如果有人预测你5年后的人生是失败的，你还会坚持现在所做的事情吗？小夫正在给静香等一众女孩子看手相，说的到底准不准不重要，主要是小夫能把女孩子哄高兴。此时胖虎也凑了上来，他想让小夫帮忙算一下，他当歌手比较好，还是运动员比较好？小夫想都没有想就说运动。躲在一旁的大雄十分生气，小夫明明是假借看手相的名义占女孩子便宜，占卜什么的都是骗人的。不然他想到了什么，迅速跑回了家，然后钻进了抽屉里。没一会儿，大雄又回来了。出门之前，他从抽屉里拿了一个放大镜。大雄兴冲冲地跑到空地，跟小伙伴们说，看手相和面相已经过时了，现在流行的是舌相占卜，他可以通过看舌相预测那个人的未来。虽然众人不太相信，但舌相占卜还是开始了。首先是小夫，大雄表示小夫可能要遭遇跟火和热相关的灾难，然后是静香，大雄说静香会遭遇水难，最后是胖虎，大雄若有所思地说胖虎要遭遇的是女难。小夫第一个表示不相信，信你还不如信自己。他拿起放大镜自己看起了舌头，正午的太阳格外的大，再通过放大镜的聚焦，小夫的舌头立马遭殃了。这时小猪拿着鱼缸过来了，胖虎本想用水解救小夫，却不小心误伤了静香，于是胖虎把刚买的金鱼就这样霍霍了，于是他遭到了妈妈的暴揍。所以说大雄的预言全都对了。这事儿被旁边一个围观的落魄作家看到了，他立马请求大雄替自己占卜一下。大雄十分为难，不想答应。他之所以能说对，是因为他借时光机去未来看到了。但最后大雄还是跟作家一起去到了他家。原来作家现在很困扰，他写的小说都没有人看，他不知道还该不该坚持自己的创作梦想。他就好像金根一样，一方面想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才能，该去找其他工作。看到作家这么苦恼，大雄便决定帮他去未来看看。跟蓝胖子一阵撒娇之后，两人去了5年后。他们询问了一个路人认不认识作家，但显然作家还是没有任何名气。到了他家附近之后，大雄和蓝胖子看到作家把自己的原稿当作废品卖了，而且只得到了2卷卫生纸。所以说5年后作家还是没有成功，他们得劝作家放弃才对。虽然很难开口，但最后他们还是说了。作家刚开始无法接受，痛哭了一顿，可没一会儿他就鼓起了干劲。既然写作没希望，那就努力学做生意，赚大钱好了。文学并不是一切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嘛。回家后，大雄和蓝胖子还是很在意。既然作家的决定已经改变了，那么他的命运也应该跟着改变了才对。于是两人又去了一次5年后。还是同样的路人，同样的问题，可答案也是一样的，他不认识作家这个人。于是大雄和蓝胖子又去了作家的家里，可这次他们没有看到人，而且他的家好像更落魄了。最后两人在外送便当店看到了他。显然5年后的作家没有忘记大雄和蓝胖子。看到作家，大雄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，你真的已经不写小说了吗？值得庆幸的是，作家一直都没有放弃。虽然当年请大雄算了命，但他清楚自己的价值就是文学，不管能不能畅销，他都会坚持下去。这些年他发现跟文学一样，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它的难度和价值。既然都是一样会吃苦的话，就不需要执着于一件事情，还是有办法可以两者兼顾的。虽然会很辛苦，但作家乐在其中。而且最近他终于写出了令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，现在的作家觉得很幸福。突然门外传来汽车的声音，众多记者登门拜访。原来他写的小说得到了文学奖，作家坚持了5年，终于成功了。他并没有太在意算命的结果，而是一直在坚持走自己相信的路，因此他最终能够获得成功。所以说自己的人生还是要自己来决定哦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相信算命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下期见。